是上汽通用5紧急救援中心的，希望您的车辆发生了碰撞事件报警，请问是否需要帮助呢？有了孩子之后呢，我们家一直在想找一辆既舒适又实用的家用 SUV。选车其实一直是想找一台比较全能的车，华健 S 就挺符合我的要求的。华为乾坤辅助当时让我特别的惊喜。它的辅助驾驶是我目前最需要的功能之一啊。我比较讲究通行效率，其他车的辅助驾驶比较保守，华为的这一套我觉得就很适合我。对于这款车的辅助驾驶来说，我现在基本已经离不开了。然后呢，有一次我们是回老家，因为我们家在山里面嘛，因为我老爸坐在第3排，他说哇这个车一点都不晕车。我在跟我说，他说原来那个车可以哦，就是我女儿特别喜欢那个热感应的门把手，她手一伸过去，她说这个门一下就弹开了。它还有一个香薰系统，对不对？我跟我先生然后坐在车里头，哇，眼前一亮，它还可以选择了香薰系统，各种味道，给人很清新、很舒适、很温馨的感觉。而且它的后备箱是下沉式的设计，空间非常大。工作中我有时会需要带上一些大件的家具，华健 S 全部都够用。以前我长途出游或者是中远途出游，我们家都喜欢开2台车，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后排坐3个人并不舒服，哪怕有一个是小孩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得要一台大6座，就只需要开1台车就行了，因为前面2排的位置很舒服，中间2排的位置就更舒服，然后小孩坐在后排他也很舒服，他就可以很自由的去玩弄自己的玩具或者玩弄自己的就小天地我觉得这台车给我的情绪价值特别高。那我就发现我们车它即便是开到了120码，它的隔音效果也是特别好的。我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发现你们4个人都睡着了。家里人对车的整体评价非常的高，我们全家出游，后排老人半躺着休息，2岁的女儿把超大的车内空间当成一个游乐场，后排电视也让她很开心。辅助驾驶是我通勤的刚需，记得有一次右侧汇入了一个车辆，突然变道加入，华健 S 它的处理非常的果断，它及时的避开了，然后也让我避免了一次风险磕碰，真的有惊无险。它这个激光雷达，它采用了舱内的设计，当也沾到小飞尘灰尘或者下雨的时候雨刮一刮就干净了。我日常单程通勤20公里左右，来回要40多公里，基本都要使用辅助驾驶。我上下班有一条必经的路，有一个限宽灯，很多车辆在那边都是小心翼翼的通过，而我开着华健 S 打开辅助驾驶，每次都能顺利的通过，甚至通过的时候都没有减速。当时我还特意录了视频，特别的惊艳。我的感受是非常的惊喜，远超了我曾经的预期。尤其是小孩子特别喜欢，所以说它更适合家用。我们在前面开的呢也开心，他们在后面坐着呢也舒心。他还问我，爸爸那个是我们的车了吗？
里是上汽通用501紧急救援中心的，知道您的车辆发生了不顺事件报警，请问是否需要帮助呢？有了孩子之后呢，我们家一直在想找一辆既舒适又实用的家用 SUV。选车其实一直是想找一台比较全能的车，华健 S 就挺符合我的要求的。华为乾坤辅助当时让我特别的惊喜。它的辅助驾驶是我目前最需要的功能之一啊。我比较讲究通行效率，其他车的辅助驾驶比较保守，华为的这一套呢，我觉得就很适合我。对于这款车的辅助驾驶来说，我现在基本已经离不开了。然后呢，有一次我们是回老家，因为我们家在山里面嘛，因为我老爸坐在第3排，他说哇这个车一点都不晕车。我在跟我说，他说哎原来那个车可以哦，就是我女儿特别喜欢那个热感应的门把手，她手一伸过去，他说哦这个门一下就弹开了。它还有一个香薰系统，对不对？我跟我先生，然后坐在车里头，哇，眼前一亮，它还可以选择了香氛系统，各种味道，给人很清新、很舒适、很温馨的感觉。而且它的后备箱是下沉式的设计，空间非常大。工作中我有时会需要带上一些大件的家具，华健 S 全部都够用。以前我长途出游或者是中远途出游，我们家都喜欢开2台车，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后排坐3个人并不舒服，哪怕有一个是小孩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得要一台大6座，就只需要开1台车就行了，因为前面2排的位置很舒服，中间2排的位置就更舒服，然后小孩坐在后排他也很舒服，他就可以很自由的去玩弄自己的玩具或者玩弄自己的就小天地我觉得这台车给我的情绪价值特别高。我就发现我们车它即便是开到了120码，它的隔音效果也是特别好的。我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发现你们4个人都睡着了。家里人对车的整体评价非常的高，我们全家出游，后排老人半躺着休息，2岁的女儿把超大的车内空间当成一个游乐场，后排电视也让她很开心。辅助驾驶是我通勤的刚需。记得有一次右侧汇入了一个车辆，突然变道加入，华健 S 它的处理非常的果断，它及时的避开了，然后也让我避免了一次风险磕碰，真的有惊无险。它这个激光雷达，它采用了舱内的设计，当也沾到小飞尘灰尘或者下雨的时候雨刮一刮就干净了。我日常单程通勤20公里左右，来回要40多公里，基本都要使用辅助驾驶。我上下班有一条必经的路，有一个线宽灯，很多车辆在那边都是小心翼翼的通过，而我开着华健 S 打开辅助驾驶，每次都能顺利的通过，甚至通过的时候都没有减速。当时我还特意录了视频，特别的惊艳。我的感受是非常的惊喜，远超了我曾经的预期。尤其是小孩子特别喜欢，所以说它更适合家用。我们在前面开的呢也开心，他们在后面坐着呢也舒心。他还问我：“爸爸，那个是我们的车了吗？”我们一遍遍问自己，一台真正打动人心的车该是什么模样？造化境是固本守成，还是奔赴新境？打动人心的从不是被定义的标签，而是被回应的需求。以华为脉，立中国品牌的底气与风骨，集高端科技之大成，回应万千家庭的万项所需。以旗舰价值为镜，守护每一次温暖的出发与抵达，为每一个平凡又伟大的中国家庭开启出行新篇章。
有请上汽通用50副总经理赵一凡博士。亲爱的用户朋友、媒体朋友们、合作伙伴和经销商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赵一凡，欢迎大家来到华劲 S 的上市发布会的现场。华劲 S 在亮相之后呢，受到了大家非常多的关注和讨论啊。这段时间，我也非常习惯的去关注华劲下面的用户评论区，在这个过程中呢，真的是提高了我的2个能力。一方面，增强了我非常能够精准识别水军留言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也让我的内心日益强大，因为只有足够强大，我们才能坦然面对。评论区呢，有很多人说华劲不是劲。也有人说，上汽通用50和华为乾坤一起造的这台车，会不会脱离了人民50的这个定位？还有人说，华劲能不能造出高级感，还是延续了传统的50味儿，甚至是面包味儿？我们并没有去争论这些质疑，但是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华劲这台车背后的故事。2024年的11月1号，一场关于迫与力的讨论，在公司内部拉开了序幕。我们都知道，1年多后的市场，大6座的 SUV 会扎堆亮相。那50要造一台怎样的大6座？内部是有2种声音的，一种主张安稳，沿用成熟思路，打造一台贴合大众固有认知的，只是刚好够用的家用 SUV； 而另一种，则希望打造一台超越自我标准，更能超越用户期待的家用旗舰。是固本守成，还是奔赴新境？我们并没有在会议室里面去闭门造车。这500多天里，我们走出了会议室，我们走进用户的餐桌，走进他们的客厅，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我们不只是观察他们的出行场景，更是倾听他们的心底诉求。我们发现，真正打动人心的是被回应的需求。今天的用户需要的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简单的代步家用车，更是一份向往，一台能承载家庭热爱、彰显生活质感的好车。于是，我们的项目正式落子。我们要做的，真的不是简单的延续，或者说自我的突破，而是要为用户打造向往的生活。这个目标谈何容易啊！要知道，上汽通用50这么多年来，从未有过这一次敢跳出自己的舒适区，为了用户的向往，全力以赴。于是，我们来到了第2个重要的时刻。2025年的8月20号，这一天，我们正式选定了华劲作为全新的产品序列的名字。在公司内部的评审环节，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个答案：华劲，华域万象，进展新篇。从此，它不再只是一个项目代号，名字尘埃落定的那一刻，也被赋予了清晰的使命与目标。上汽通用50全新品牌的建立。华劲2字自带东方气韵与时代格局，既深藏中国品牌向上突围的底气与文脉底蕴，
更承载着我们立志为万千中国家庭开辟智能出行的全新版图，解锁品质生活的全新意境。回答了华境为何而来，更要回答华境以何立身。2026年的4月7号，我们在成都召开了华境的科技品鉴会，清晰地传递了我们的技术主张：以人为本，科技向上。我们依托 RISE 体系，从极致安全、无界智能、灵性空间、高效集成的4大维度，层层落地，打造真正适配中国家庭的全场景出行方案。这是华境的坚守，更是我们面向未来的承诺。潜心造好车，用心服务用户的生活。技术品鉴会之后呢，网友们叫我们是造车全明星赛，也叫我们产业生态的梦之队。各位眼前这面 logo 墙上看得见的是满盒的硬实力，更是给每一位用户满满的安心。而在它的背后，绝对不是简单的堆料或者借用，而是华境与全球的顶尖生态伙伴历时500多个日夜的同心同行。各方伙伴倾尽所有，合力打磨出这台超越期待的旗舰产品。那今天我们也诚邀50位顶级的生态伙伴代表参加这次盛会，我提议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他们对华境品牌的付出。华境与全球顶流的生态伙伴的合作不仅深入，更在持续深化。2026年的4月24号，上汽通用50与华为乾坤在北京车展上正式签署了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的合作已全面升级，从3制的协同迈入全链路深度共创的新阶段。在未来，上汽通用50将与华为乾坤继续携手，从产品的定义、造型的设计、智能的技术、营销的合作、生态的运营等领域协同发力，将各自优势高效、高质量的转化为用户切身可感的体验升级。今天，搭载华为乾坤科技的旗舰大6座华境 S 正式和大家见面了。承蒙大家的厚爱，市场反应非常强烈，门店试驾络绎不绝。看看这满屏的口碑墙，用户口碑也好评不断。同时，我们也在密切关注着青睐我们的首批意向用户，去深度研究他们的反馈，不断校准对家用旗舰出行需求的判断。在这里呢，我想和各位观众和网友们分享我们盲定用户的5组数据。那第一组数据，华境 S 的78%的盲定用户为增换购人群，这其中有53%来自于传统的合资品牌。那这部分用户过去几年甚至10几年，始终是中国车市最主流、最理性的社会中坚。他们熟知用车的痛点，懂技术核心，向往智能化，却不盲从，不被噱头参数绑架，只选择真实好用、适配家庭的一个好产品。他们一直在等待一台兼具顶尖智能与大厂底蕴的定心好车。华境 S 的出现，让这份期待迎来了答案。他们的选择是多方对比后的理性升级，是中国消费者品质自信的觉醒，更是中国品牌的实力突围。而这正印证着用户需要一台兼具顶尖智能、大厂底蕴、真实好用、适配家庭的定心好车。我们再来看看第2组数据，
我们92%的盲定用户将权威安全列为了选择的首要标准，其中有76%的用户格外关注2、3排的成员防护。是啊，无论移动的家的定义如何进化，没有什么比车里一家人的安全更重要。正因为读懂这份对家人的牵挂，华劲 S 在安全设计上始终坚持前后排的同等防护，不让每一位家人的安全被忽视。因为用户需要一台能守护全家平安、兼顾前后排权威防护、坚如堡垒的安全好车。第3组数据，76%的用户是冲着华劲 S 搭载的华为全家桶果断下定。在这些理性的大家庭的用户心里，智能从来不是炫耀的配置，而是好用、常用的科技。什么是好用和常用的科技呢？我们以高阶辅助驾驶为例，4S 店不敢让用户主动试驾的辅助驾驶，绝对不是好用、常用的科技。有硬件没有软件，有硬件还需要等待软件，更不是好用、常用的科技。对用户来说，高阶辅助驾驶，尤其是城市的 NCA 功能，只有0次和无数次。不好用，1次都嫌多；好用才会从常用变成离不开。华为乾坤高阶辅助驾驶目前累计行驶里程已突破了100亿公里，稳居行业第一。用户冲着华为全家桶果断下定的，正是对华为乾坤稳居第一的实力的绝对信任。这也印证着用户需要一台搭载着靠谱高阶智能、真正为家庭出行减负护航的智能化的安心好车。第4组数据，73%的盲定用户被华劲 S 6座平权的超大空间打动，还有71%的用户点名认可了宽敞的3排空间表现。这组数据恰好印证了华劲 S 的研发的初心。从立项之初，我们就铆定了多孩家庭3代同堂的真实诉求，专为大家庭而来。这也是华劲 S 采用大6座布局的根本缘由。用户要的大，从来不是冰冷的尺寸数据，而是对每一位家人的温情关怀。每一排座位都不迁就、不将就，我们即便在满员的情况下，独有的双层后备箱都可以带上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出行的行囊。这就是我们心中宽敞的家，全员同行，坐得自在，坐得体面。我们做到了同级少有的1排好开，2排舒服，3排不颠。不用委屈任何一位家庭的成员，既能奔赴山海，也能装下阖家团圆的牵挂与温情。由此可见，用户需要一台6座都不将就、从容舒适、好坐能装的舒心好车。在调研中我们与无数的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深深共情。我们来看最后一组数据，有68%的用户关注全家中长途出行的这种舒适感，62%的盲定用户特别在意在旅行途中老人不晕车，孩子睡得香。依托华劲 S 大师级的动力与底盘调教，我们越级对标的 NVH 配置，让全家人的旅程既能从容抵达每一处心之所向，更能全程静谧，时刻安稳。我们造这辆车，就是看到了无数中国的普通家庭想带家人出门看看的那份朴素的向往。华劲 S
就是那台稳稳承载这份期许，守护每一段温暖旅程的暖心好车。500个日夜一路走来，华骏 S 所有的坚持与付出，只为实现一个目标，为万千中国家庭造一台安全、安心、舒心、暖心的定心好车。今天，华骏 S 正式如期而至。所有的洞察与打磨，最终凝练成家庭的期待：安全、智能、宽敞、舒适。接下来，我想有请我的同事思航同学，以用户之名诠释华骏 S 的4个加。欢迎思航。有请上汽通用50市场总监思航先生。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刚才赵总跟大家分享了我们造华骏 S 的初心，那现在呢，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拉近视角，一起看一看华骏 S 如何把安全、智能、宽敞、舒适化作每一个家庭触手可及的安心和温暖。那我们的第一站，一起看看全家出行最看重的安全的家。我们可以不断精进我们自己的驾驶技术，但是我们却不能预判所有路上的突发情况。家庭的安全不能只靠人为的小心，更要有主动安全的前置预判，坚如磐石的被动安全来兜底。那这就是我们华骏 S 打造安全家的初心，守护每一个人幸福的日常。华骏 S 我们铆定了最新的 CNCAP 5星行业标准打造，覆盖46项安全标准，历经100多次的整车碰撞实验，560次的子系统的实验，所有的测试我们都是围绕着家庭出行的高频场景历练。那这份坚持的底气，首先来自于我们搭载的超强的硬核车身。华骏 S 潜艇级的硬核车身，我们采用了5纵11横6环的刚性架构，整车的高强度钢和铝合金的占比达到了85.5%。这其中呢，超高强钢的热成型钢占比超过了29.97%。这么好的材料，在碰撞的时候，车身才能够最大限度抵御冲击，保护成员的安全。那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可能会忽视的，车身的侧面其实是整车防护最薄弱的位置。相较于前后的碰撞，侧面的安全距离很短，没有卸力的空间，那必须有更强的材料和结构的创新，才能保护成员的安全。所以我们对侧向做了安全的特别的强化。我们在4个车门使用了8条与宝钢联合开发的2000兆帕超高强钢的防撞梁。同时呢，我们也在门环上采用了行业领先的一体式热成型技术，打造了同级最强的侧棚防护。那今天呢，我也特别邀请到了清华大学的汽车工程系博士，他深耕汽车领域18年，他是张康康老师。我们想一起邀请他和我们一起聊聊安全。同时呢，康博也是我们华骏 S 第一批抢先预定的媒体车主。让我们一起用掌声邀请康博登场。欢迎康博。嗨，大家好，我是张康康。然后作为预定华骏 S 的准车主，我也是非常关心它的安全。然后我是从08年在清华读博就开始研究新能源汽车的。关于安全呢，我有一个心得，它也有点像高考，就是有很多的考题，像碰撞安全、电池安全都要考，而且呢都写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里面。华骏 S， 我也听说它是在高考中考了一个高分，而且还不满足于此，还给自己出了一道附加题，是吗？对，附加题。那康博，我也跟你分享一下，就是之前华骏 S 呢，我们也完成了行业内首次80公里超高时速的侧碰，并且是连带着15米的高坡坠落的翻滚实验。就康博从你的角度怎么看这个实验？首先，这个画面是非常的惊心动魄，而且我觉得很有技术含量。
我觉得它是2道附加题呢，而且呢，一道是材料题，一道是工艺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先看最开始的80公里的高速的一个侧碰。其实这样一个挑战呢，有2大核心的难度。第一呢是碰撞强度是非常高。其实，在国家标准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碰撞测试，它呢要求是50公里每小时，而你们加码到了80公里。80除以50呢，它是1.6倍，但实际上我们算能量的时候是一个平方。那冲击力呢，就是2.56倍那么多，能量更强了。对，难度特别大，而且你侧面呢，因为车门呢不能无限加厚，里面呢还要放一些玻璃的一个升降结构啊，还有门板的开门结构，就算你想加料也不好加。所以说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对，刚才我也说了嘛，我们用了跟宝钢联合开发的2000兆帕4门，我们装了8处的防撞梁。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材料题啊，就是既然体积和重量都是受限的，那我们就只好用更好的一个材料，用2000兆帕的超强钢呢，而且非常舍得用，每个门里面都塞了2根，总共是4门8处防撞梁。我觉得这不仅是材料创新，而且是把材料创新用在了最需要的一个结构上。那我们华金 S， 我们用最好的材料、最先进的制造的工艺，我们打造最强的侧碰的水平，最后是打造一个安全的家。那康博就是我们的实验里面，在碰撞完了之后，我们还有一个连续的15米高坡的侧翻，对不对？这个是第2题。这个就是一道工艺题，因为在侧翻的时候，这着地的时候有可能是侧面，也可能是车顶。那由 A 柱、B 柱还有车顶门槛梁组成的一个门环结构呢，如果撑不住的话，一变形，那坐在里面的这血肉之躯呢，就会容易受到伤害。关于答案呢，刚才其实也讲了，一体式的热成型门环，用了一体式的热成型双门环。这个它的核心工艺呢是激光拼焊和热成型，这个值得说一下。就是我们车辆在制造的时候，实际上到我们焊装车间的，其实是一段一段的一个钢铁。你比如说 A 柱或 B 柱，它呢是通过点焊给焊起来的。那点焊呢用的很多，但是其实有一个小问题，点焊呢就有点像咱们的这一个扣子，你看把这个拼到一起，然后一扣就扣上了。但是呢还有问题是什么呢？你看这必须2块布呢得有一个重叠空间，这样的话就浪费了材料。而且呢我如果是拉的话，有可能我的布还没有断，但是这样一个扣子先坏了，也就是说它点焊呢是存在弱点的。而华金 S 它采用的是一个激光拼焊，就有点像拉链儿。它特点呢就是严丝合缝，2个材料2块板对在一起，一焊上，这样首先呢是比较省材料，同时呢它的一个焊点是非常均匀的，而且是比较长，这样的话它就没有一个弱点。那别看它用的是1500兆帕的一体式双门环，如果我们算上20%的减重，它就等效于1800兆帕的一个点焊的一个结构，等效的强度提升了。对，但是这样的话，而且再加上它拼焊不容易曲曲，也不容易崩溃，这样的话整体上结构是非常大的。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它翻滚的时候是非常的坚如磐石，当然这个也比较难啊，你们是怎么能突破的呢？对吧？刚才我们也说，就是我们和宝钢联合做的技术攻坚，最后实现了这个技术的创新。所以说我有个感觉，就是华金 S 的安全呢，它不是一个单点突破，而是涵盖了材料、结构和工艺的一个综合的突破，让我一个准车主啊是非常的放心。就比如说刚才说侧碰，它呢是2000兆帕的超强钢防撞梁，它就是一个材料创新；而翻转的时候呢，靠的是一体式热成型双门环，这就是结构与工艺创新。我觉得这就是华金 S 区别于其他家用大6座 SUV 的一个核心安全优势。而且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它也在启发着行业的一种新的技术路线。新的技术路线。好，那还是感谢康博刚才帮我们深入浅出的解读了华金 S 的安全实力，也希望大家能看到我们在安全上的极致的追求。那我们一起掌声再谢谢康博，谢谢康博。那我们骑车见。好，请回座。好。那除了刚才大家肉眼可见的哈，我们在车身在侧碰的防护上下了很多的功夫。那在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也毫不惜力下足了功夫。那我们还有行业首发的1500兆帕一体式热成型的地板骨架，有10宫格铝合金门槛的加强梁，还有3排座椅，我们也有背部防穿刺的钢板，以及5宫格超长的铝合金前防撞梁
等多层的防护结构。那不仅如此呢，华劲 S 我们也更把安全延伸到了车内的每一个座位。我们配备了全车9个气囊、14个腔体的全域气囊布局，打造360度的全车人员保护。2.6米的侧气帘可以覆盖1、2、3排，同级顶配的双腔体远端气囊可以降低主副驾在碰撞时的接触伤害。同时，我们还有主动的预警式的安全带，无论你坐在车内的哪个位置，都可以获得最周全的防护。在电池安全上，华劲 S 我们也搭载了宁德时代的超级增混电芯和神类电池3.0的技术。我们采用全方位、多层次的安全体系和 PPB 级的制造标准。我们的电芯本体就能通过1500焦耳的底部球击测试。那这个测试的能量呢，是新国标标准的10倍。那接下来邀请大家一起我们看一看这个震撼的测试的视频。大家觉得这个视频震撼吗？好，那刚才视频里面哈，除了电芯，其实电池包也接受整体的测试。那我们的电池的整包也完成了行业内第一个高品质电池的全维度认证。我们有多项的超标准的连续测试，我们的目标就是确保大家用的安心，用的放心。那前面呢是被动的防护，真正的安全从来不只是意外发生之后的被动守护，更是对风险的提前预判、主动规避。在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体验哈。即便是老司机，开车的时候注意力难免也有分散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就自己在开高速的时候，开了一段时间，有可能有一点疲惫。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个瞬间，你感觉突然像灵魂出窍一样，然后缓过神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是2、3秒以后了。很多事故其实可能就发生在这么一瞬间。那华劲 S 的全维防碰撞系统 CAS 4.0就是为此而来。它能够实现1到150公里全时速、前后侧全方向、各种形状和动态的全目标，以及各种光线条件下的全天候和用户全场景5大维度，真正无死角、无空当的主动防护。那其中呢，23项的主动安全能力非常领先，每一项都是大家会遇到的真实场景。眼见为实，那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3个场景，一起直观地感受一下华劲 S 全维防碰撞系统 CAS 4.0的实力。第一个呢是误踩加速踏板的场景，这个场景很常见哈，很多新手的司机在遇到突发的状况的时候，脚底下一乱，把油门当成刹车踩，非常多的事故就是这么一瞬间发生的。那我们一起看一下华劲 S 防误踩能力表现怎么样。请抬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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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抬脚。请抬脚，请抬脚，请抬脚，请抬脚。好，一个简短的视频哈，2个场景，前向误踩1到5米内，我们可以快速的识别目标，瞬间切断动力。那后向我们也能在2米以内快速的识别误操作，
把危险扼杀在起步的阶段。那下一个场景，后向的倒车鬼探头。那这个场景很常见哈，在小区或者车库，你在倒车的时候，盲区里面突然窜出来一个小朋友，或者一台横穿的电动车，防不胜防。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华劲 S 后向的防碰撞系统，它是怎么处理的。后向的倒车，我不知道大家刚才看到视频里的时速没有？35公里每小时，非常快了。咱们平常倒车的话，估计应该就10到15左右。那35公里的倒车时速，同样也能快速识别和刹停。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大家可能在高速的时候会遇到的危险场景：夜间高速前车突然掉落障碍物，比如说货车掉的货物，或者突然出现的路障、水马之类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华劲 S 连续避让的能力。好，第三个场景哈，夜间110公里的高速上遇到掉落的障碍物，同样可以精准的识别，连续避让，保障安全。那以上呢就是华劲 S 我们为大家打造的安全的家。我们以最新的 CNCAP 5星安全标准为尺，以潜艇级的高强度钢材打造闭环的龙式车身。我们用宁德时代超级增混电芯与神电电池 3.0 技术，提供超越国标10倍的电池安全。全为防碰撞系统 CAS 4.0， 提前预判风险，主动规避隐患，共同守护全家人的安全，一起守护幸福的日常。那聊完了安全这道最坚实的防线，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家庭出行里面那些细碎又磨人的烦恼。我想请大家回忆一下，每次如果是全家出门的话，是不是总有一些时刻哈？那可能是早高峰的堵车，你自己开着车，开辅助驾驶呢不好用，老被别人插队。去商场找车位，绕了3圈还没找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车位，又窄又小，还停不进去。这些看似不大不小的事情，总是能把每一次轻松的家庭出行变得手忙脚乱。那华劲 S 我们打造智能的家，我们的初心就是把真正好用的功能变成你出行中省心省力的轻松体验。华劲 S 搭载的乾坤智驾用户使用的活跃比例已经达到了94.8%，累计的行驶里程也超过了100亿公里。那这也意味着它也早已融入了大家用车的场景，成为了日常出行里离不开的驾驶习惯。那真正好用的辅助驾驶，一定是用户每天都要用、每天都爱用、每天都想用的。数据不会说谎，体验更不会说谎。那在这背后呢，是 Viva 架构智能架构的快速进化能力，依托云端强大的算力和仿真训练体系，乾坤智驾能够持续学习、快速迭代，越变越强，越用越强。在硬件上，华劲 S 首批搭载了华为乾坤首创的舱内激光视觉 Lamera， 它对30厘米小目标的检测距离，相比行业内120线的激光雷达，直接提升了43%。有了 Lamera 激光视觉的精准感知，再加上 Viva 架构的快速迭代能力，华劲 S 搭载的华为乾坤 ADS Pro， 我们今天上市，我们即可实现城区辅助驾驶。ADS Pro 的体验呢，我们在前段时间邀请了用户和媒体朋友们都体验了一番，大家的评价都很不错，特别是在城区的复杂路况、非铺装路和异形的路面上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那今天呢，我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华劲 S 我们常测的媒体朋友飞机先生，给大家带来最真实、最全面的实测反馈，
接下来我们一起掌声有请新出行的主编飞机先生登台。好，那飞机先生，舞台交给你，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时间我们长测华境 S 整体的感受怎么样？好，大家好，我是飞机先生。那我也非常开心能够作为我们第一批华境 S 的实测用户，而且我们应该是目前行驶距离最长的一批先锋用户了。那今年呢，我们也开了非常多的华为乾坤的辅助驾驶的车型。那华境 S 呢，作为我们首发 ADS Pro 之一啊。但我觉得它的整体的表现是远远超过我们预期的。那我们整体的测试的素材是超过了1个 T。那今天呢，我也精心挑选了一些场景，然后和司航总一起，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关于华境 S 在智驾上的整体的一个表现的展示。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4大场景。好，没问题。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屏幕后面这2个场景啊，就很有代表性。我们这次呢是选在了汕头，那汕头这个地方呢，实际上也是我从小生活的一个城市。但我们选择它呢，也是因为它整体的路况复杂度够高，而且呢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我们自己呢还取了一个词叫“刀片加塞”。刀片加塞，加塞我听说的，刀片加塞是个什么样的场景 ？OK， 大家也看到，回到这个视角，大家看到我们有一个360的视角，大家可以更加直观。这里呢有很多的加塞的车辆，它们像刀片一样，实际上非常快，而且是来自于各个方向这种快速的斜切。那实际上加塞的场景特别多，我们今天就专门挑了我们后面2种最为典型的复杂的场景。而且大家看到啊，它这种呢是有大量的涌出来的加塞的场景，而且呢一种是我们左边的，就是在我们侧前方的同向的连续加塞，另外一种呢是我们右边是针对逆向的加塞。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2种不一样的加塞的速度和方向，它实际上也代表着2种不一样的难度和挑战。那难度再提升一点，可以。那我们就再看一看我们后面的这个场景啊，这个难度呢，我们继续的提升。我们也看到啊，这种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失去了所有路面规则，而且要连续脱困的场景。而且呢，我们还故意选了2种，就是没有灯控啊，没有红绿灯。这里的人车的混行实际上是最为复杂的。所以我们整体看啊，华境 S 的整体的应对呢是大的超过我们的一个预期了。因为过去的很多系统呢，在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些延迟，或者是顿刹，或者是突然刹停，甚至是请求接管，有一些其他的风险的存在。我看过这个视频，真的，这个路况太拥堵了。我觉得不管是辅助驾驶啊，我觉得这个新手司机过来开的话，他可能都很难开得了特别好。是，所以呢，我们在整体的辅助驾驶的评测里面啊，我们最终呢把我们这种博弈呢分为2个类别，一种呢是针对于意图理解，一种呢是针对路权理解。怎么理解这个意思啊？我们这里呢也举了2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我们在这种路权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时候，而且我们的博弈对象也非常模糊的时候，来看看它的脱困能力。左边这种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通过一个让行的动作，然后右边呢，我们前向呢还有一个行人的礼让，然后整体呢，它能够钻进这个施工区里面，然后做了一个躲避，迅速的起步。这个表现非常强啊！是。那刚才我们分享的是动态博弈的结果，那静态推理呢？静态呢，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说铺装道路呢是辅助驾驶的一道常规的必答题，那么乡间小路啊，则是没有既定规则，而且边界非常模糊的一道开放式的考题。比如说我们背后这个场景，我们就把华境 S 的静态推理放在这里，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给大家展示一小部分。这里呢，我们看到没有任何的车道线，而且我们还知道小路呢，它的场景是非常分散，它的道路定义呢没有标准，甚至呢连人都很难认出这里哪里是路，特别是这里有个高低的落差，我们要知道哪里是能走，哪里是不能走。这条路可能辅助驾驶认不出来，我认得出来啊。这个应该是通向钓鱼佬的朝圣之地啊，必经之路。对，没错。那我们呢，通过一个新的验证，我们来换个视角，来到了城市，看看城市里面它针对于静态的推理的难点，大家看到又不太一样。我们也看到这里左边呢是一个异形的一个路口，我们要进入路口寻找一个路径。那右边呢很典型，我们是一个施工场景。
但这里呢是一个停在我们红绿灯十字路口的施工，我们也叫复合场景。大家也看到啊，这里呢我们除了要识别到施工，还要识别到红绿灯，你还要刹停，而且你还要选择好你的路径，不能入侵到其他对向车道里面去。看到了施工路口加红灯，还有站位。对，你这个都不是挑战辅助驾驶了，你让一个新手司机过来，我觉得他都非常难处理。那这个场景里面，对于辅助驾驶来说，它的核心的难点在哪里？好，司豪总，我们今天先简单的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析。我们刚看到的前面的小路，大家看到啊，小路的路面呢虽然是复杂的，但是它的路型呢是有延续性的，我们就可以顺着这条路型，可以把路线给拟合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种城市的路面，它虽然比较统一啊，都是沥青，也都是水泥，但是呢，它有各种破碎或者是被切割的路型。比如说左边这种场景就非常典型，有很多遮挡的车辆；右边呢，施工呢也是一种遮挡的碎片。那系统呢就需要在这种杂乱的场景当中，把这些碎片感知出来，把被遮挡的物体，你甚至还要脑补出来，而且呢，你还要读懂这些路口、道路之间的连接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路网的拓扑关系，来避免车会跑偏或者是乱跑。那我们进一步验证，来通过另外一个视角，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小路的右转。而且呢，大家也看到我们右下角这个360的视角会更加清晰。我们这里呢还遇到了一个栏杆，那这种障碍物呢，它是带有一种镂空，而且非常稀疏，很难识别，甚至是漏检。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华境 S 是直接一次性给出一个轨迹完成右转。那右边这个场景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掉头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基本上一次性打满，然后就完成转向。所以呢，我们在评测上啊，就看你这台车能不能一次性给出轨迹，把方向转满。这个就是最难的题目了。对，没错。那大家可以看到，华境 S 我们搭载的 ADS Pro， 不管是刚才演示的非铺装的道路，还是在城区的复杂的场景，人车混行啊，刀片加塞，都可以像老司机一样游刃有余。对。好，没错。那也再次感谢飞机上我们专业的和深度的解读。同样我们提车见，好吧？提车见，好，谢谢司豪总。谢谢，请回席落座。好，那刚才呢，我们分享了城区 NC 的能力。那一句话，大家可以稳稳放心的开。那另外一个开大车的痛点哈，泊车。华境 S 的泊车能力呢，可以说是做到了可见即可泊。不管是常规的车位、斜列的车位，还是地锁的车位，或者是断头路的车位，只要你能看到的车位，它都能自动的识别、自动泊入，泊车成功率达到了99%。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华境 S 的泊车实力。泊入完成。开始泊车，注意环境安全。泊入已完成。请带好手机和车钥匙，泊车风险较高，需持续观察车辆。两侧狭窄，现在收起后视镜。泊入已完成。大家觉得这个泊车的实力怎么样？那不仅如此呢，我们在离车泊入和遥控泊出的功能，遇到刚才视频里面的小车位啊，咱们都可以先下车，让它自己去停。那还有一个很方便的功能，是便捷缴费。上车自动弹出付款码，直接在车机上面扫码就可以完成缴费。还有园区的领航辅助，覆盖全国100多万个园区和停车场，能够实现提前的选位。那刚才的城区跟泊车能力都已经非常强了，那长途的高速场景呢，更加不在话下。高速领航辅助 NCA， 我们平均的不干预里程超过了
1500公里，这个距离足以让你从上海开到深圳。不管是上下高速、匝道汇入，行驶过程中大车的避让，还是超车变道、临时施工的场景，它都能稳稳的应对。今天上市的华劲 S 已经搭载了成熟好用的 ADS Pro 增强版，并且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好了未来的升级空间。华劲 S 后续也将支持升级 ADS 5 Pro。感知能力更强，决策更像老司机，全场景能力持续进化，真正做到常用常新。在智能座舱层面华劲 S 上市即享鸿蒙座舱5，上手呢零门槛，界面的逻辑和手机保持一样，老人小孩看一眼就会用，设备之间无缝流转，手机、平板、车机内容一键流转，多音区、多指令、语音交互。开车的时候动口不动手，全程安全不分心。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每天都要用的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车钥匙。华劲 S 呢，我们全行业首发，目前最先进的全站乾坤车云数字钥匙，它可以精准识别用户的用车意图，解闭锁成功率99%以上。这一次呢，能力更进一步，不仅是华为的设备，同样安卓、苹果的手机也可以实现无感的解闭锁。我们一起来看看数字钥匙的表现。好，一个好用的钥匙能够让你每天上下车的时候都舒心很多。那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功能哨兵模式。除了高风险报警的时候呢，会推送提醒，哨兵增强模式还可以随时通过手机去远程看到你的实时的车外影像，视角还可以随意切换，你的车周围的情况一目了然。那以上就是华劲 S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智能的家，我们用最顶尖的科技带来轻松可靠的体验，每一个功能都是为了解决你日常用车的真实需求，让全家出行每一处细节都能变得省心、轻松。接下来我们一起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华劲 S 带来的智能的家。我们家来了一个新朋友，走吧，我们出发吧。他超厉害的，他让爸爸放心。领航辅助引擎王，他让奔波的爸爸省心。他让我们全家人都安心。小易，给爸爸唱首歌。他让疲惫的爸爸舒心。小易，我在。我们想看动画片。他会好多戏法，总能逗我和妹妹开心。有的时候，他让小心谨慎的妈妈宽心。他守护着我们的家，我们都很爱他。有了安全、智能的家，那我们一起走进华劲 S 宽敞的家。华劲 S 我们首先做到了9系级别的旗舰级车身尺寸，我们的车长超过了5.2米，轴距超过了3.1米，同时同样同级领先的87.4%超大得房率和77%的横向空间利用率，我们不仅是大6座，更是真3排。首先呢，是给一家之主我们带来的第一排 SPA 级的舒适体验，14层的座椅结构，8点按摩，通风加热，
10项电动调节，最大的躺倒角度能够达到175度。那舒适 C 位的第2排，舒躺座椅，400毫米的超长腿托，最大躺倒角度133度，同样支持8点按摩、通风加热和电动调节。那在传统6座车里面最容易被凑合的第3排，华劲 S 我们的第3排同样也是大沙发，电动调节，最大躺倒角度125度。同时呢，我们也为这一排座椅搭配了同级最大的侧窗面积，可视面积达到了1393平方厘米，坐在里面完全不会觉得压抑，视野通透敞亮。还有一个6座车的小痛点，3排坐满人，大家的行李没有地方放了，要不然塞在脚边，要不然放在过道里面，整个车里面乱成一团。华劲 S 呢，我们也做到了同级唯一的6人7箱，6个人坐满的情况，我们的后备箱依然有423升，装得下7个行李箱。那再加上婴儿车、小朋友的玩具、老人的随身包，都可以放得下，不用为了拿行李而去纠结。为了完美覆盖所有家庭的出行场景，华劲 S 配备了百变座舱模式，全家露营的时候切换大床模式，把车变成临时的移动卧室。自己开车跑长途，休息区的时候切换一个小气模式，在车里面快速的恢复精力。最后呢，我们还隐藏了很多小小的细节。华劲 S 有同级最宽的190毫米2排的中央过道，纯平的地板，进出第3排不用侧身挤。上下车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借力的 B 柱的扶手，还是非常软的材质，稳稳当当，老人上下车不用担心摔倒。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哈，叫电容式的门把手，手伸进去，轻轻的一碰，它就会自己弹开，非常方便开门，省心省力。那宽敞的家，这次呢，我们邀请了特别的一个嘉宾，他们是最早深度体验华劲 S 的一批用户，也是呢我们华劲 S 首批的盲定用户。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用掌声邀请他们上台。掌声欢迎郝先生一家。先生，好，站好，身子好，好位置。好，那我们一起给大家，我们一起打个招呼。好，大家好。好，大家好。郝先生一家呢，今年春节刚过，就开上了我们首批的试驾车，开启了深度的长测，可以说他们是最懂华劲 S 的资深体验官。那一开始哈，我先不采访爸爸妈妈，我先采访2位小朋友。那姐姐，那个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坐上华劲 S 之后有什么变化吗？现在放学路上，妈妈让我在第2排的小桌板上写作业。写作业？之前的车是写不了是吗？没有小桌板之前。哦，这个我们设计小桌板的功能呢，是为了这个吃饭、喝可乐啊，不是用来写作业的。这个妈妈以后下次回去之后去接姐姐的时候就带上好吃好喝的啊。补作业呢，偶尔也可以啊。好，那第2个问题来，我想问问弟弟了，来我帮你拿。你喜欢坐在哪一排？我喜欢坐第3排看电影。你喜欢坐在第3排看电影？你比在家里看投影舒服多了。比在家里面看投影还舒服多了，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吗？啊，
好好，两位小朋友问完，那接下来我们爸爸的体验怎么样？好的，是一桌两用啊。但是呢，华静在日常接送孩子的时候啊，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学校门口的路啊，一般比较窄，华静呢比较好开，更好停。有的时候啊，我去的早了，我会在车里躺着休息一会儿，也非常的舒服。而且啊，我的工作是一名大学老师，中午呢有比较充裕的午休时间。现在在车里啊，就是我最惬意的场所，也是我最想待的地方。妈妈体验怎么样？我真的太满意这台车了。我们一个大家庭生活在一起，很喜欢周末的时候的到附近去转转。这个车对于老人孩子的很多细节设计呢，非常超出预期。而且，我们平时呢出去的话，很多行李因为后备箱的空间影响不能带，就是有些时候到了玩的地方呢都没有心情玩了。但是，华景 S 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看的，我们不只是换了一台车，实际上是从方方面面的提升了我们的生活品质。对，补充一点啊，现在呢，我最满意的地方其实是在自驾游的时候，它的智驾一开啊，开着华景 S， 我会感觉很轻松、很舒服。那我的夫人呢，可以在2排，可以在副驾驶去刷剧啊，然后我的父母呢，可以在第2排去舒服的聊天，然后小朋友呢，可以在第3排看看2排的大屏。那么这时候呢，孩子也不会一直在问到了吗？到了吗？然后他们呢是有充分的空间啊去玩耍休息。人到中年啊，有的时候觉得人生最幸福的时候啊，莫过于此啊，很满足。也非常感谢华景 S 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的体验。好，那也感谢郝老师和家人们跟我们的真诚的分享，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绝对不辜负每一位用户对我们的信任和嘱托。也再次感谢你们能够来到现场，大家我们再用掌声感谢一下郝老师一家。谢谢大家，再见。好，那请我们回座。谢谢。好，那以上就是华景 S 宽敞的家，我们以超大的空间承载全家的日常，用真山牌宽适的礼遇每一位家人，容纳下生活的点点滴滴。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次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华景 S 宽敞的家。作为一个爱操心的妈妈，安排全家人的出行，我从来不费心，因为咱们有一位贴心管家。爸妈舍不下的顾虑，交给他；老公执着的爱好，交给他；我的穿搭装备，交给他；孩子们离不开的阿贝贝，也交给他。他替我守护宝贝成长的每一步。替我关注父母感受的每一处。我最放心不下的，只要他在，我都放得下。他照顾着我们的家，我们都很信赖他。华景 S， 我们为大家打造安全、智能、宽敞的家。那最后呢，我们一起走进舒适的家。很多时候，出行的疲惫从来不是因为路途太遥远，而是那其中一次次的将就。华景 S 打造舒适的家，就是让出行能够像待在家里一样松弛和安心。我们也搭载了大容积的冷暖冰箱、超大容积、0到50度的超宽温区、运行噪音低至32分贝、2排的娱乐大屏、电动开合、角度自由调节，躺着、坐着都可以找到合适的观看角度，也支持手机的投屏和独立的语音操作，不用伸手就可以控制。还有刚才咱们上台的小朋友分享到的哈，同级唯一的2排双桌板，展开的面积呢1200平方厘米，搭配了独立的水杯槽、磁吸接口，可以吃饭，也可以办公啊，偶尔临时补个作业也不是不可以啊。那
最能体现一台车舒适性的，莫过于隔音水平。华劲 S 这次我们直接拉齐50万级的豪华旗舰的隔音水平。3个场景，在闹市区的静态水平，我们和2台旗舰9系同一水平，38分贝呢，相当于安静的图书馆的声音。那60公里的匀速行驶和120公里的高速行驶，我们的实测成绩都超越了2台的旗舰9系。我们一起来看看实测的成绩。这个静音水平，大家觉得够不够厉害了？这份成绩的背后，是我们华劲 S 全维度的降噪设计，46处的整车声学包，前后门双层隔音玻璃，米其林的静音轮胎，再加上发动机的液压衬套悬置和柔性飞轮技术，我们从噪音的源头到传递的路径，层层阻隔，动静都是图书馆级的静谧。那有了好的隔音的效果，我们还搭载了豪车专享的英菲利士穹顶之音，7.1.2的3维全景声场，把影院级的沉浸声直接搬进了车里。我们还有1680万色的环抱式的氛围灯，光影的细节也可以氛围感拉满。这次呢，华劲 S 我们也配备了超大的前后排双天幕，还有100%遮光率的电动遮阳帘，兼顾开阔的通透视野和灵活的光线调节，舒适和氛围。在此之外呢，华劲 S 我们这次给家人的健康呼吸也打造了全方位的守护，3位一体的空气质量管理系统，全流程管控。我们还有3种不同的自然香型，让每一段出行呢都是治愈之旅。不知道大家刚才进门的时候有没有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啊？今天在现场我们用到的香氛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味道。那这些细节呢，我们一起带来了舒适的家。今天我们也有请到了2位非常热爱旅行、热爱自驾，又对出行的体验有非常细腻和严格要求的用户。我们一起和大家聊一聊华劲 S 是如何陪伴他们一次次的美好旅途的。那让我们掌声邀请吴先生和李女士登场。司长，你好，来，有请。好，那我们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大家好。开上华劲 S 之后，感觉怎么样？哇，我和我太太都是自驾游的深度爱好者。以前没小孩儿，我和她可以说走就走，特别自由，也很自在。但是有了小孩之后啊，小孩子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他在途中会不舒服，他不自在，而且孩子的东西呢也特别多。但是啊，我反正在那个时候啊，我觉得我自驾游就是受罪。但是直到我开上了华劲 S， 我觉得我重新找回了自驾游的快乐和开心。非常理解，我觉得我也感同身受哈。我的目标就是能不带小朋友出去就不带小朋友出去。对。那我还第一个问题啊，那开着华劲 S 有哪些细节打动你们了吗？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隔音，出行给我带来的情绪价值特别高。因为像我以前开其他的车，高速路上的一个风噪和胎噪，我家的宝宝就特别容易醒，他一醒就哭。那我每次出去玩，我还得先哄着他，搞得我们也不想出门了。他一哭，你心情还不好。对呀。但是我们开上华劲 S 之后呢，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就算是它的高速开到了120码，车内也是安安静静的。像我们家的宝宝坐着坐着他就睡着了，我俩完全不需要分心再去哄他，我们俩都可以安安心心的在这里聊天。这一刻我就觉得特别幸福。肯定太舒服了。那刚才结合到刚才我给大家分享的华劲 S， 我们对标50万级的豪车的静音水平，就是想让你们这样的场景啊，安安心心
出行，然后开开心心的出行。那吴先生，就是你对于华劲 S 哪个点最打动你呢？我觉得2个点吧。第一个呢是音箱。音箱。对，我曾经是一名钢琴老师，我对音质的要求是特别高的。当我的宝宝睡着之后呢，我和我的爱人就喜欢放音乐。但是放音乐，我们会把这个音量调得很小。如果调大了，会吵到宝宝睡觉吗？但是华劲 S 呢，它哪怕在音量调小了之后，它依然能保证它的音质的饱满度和清晰度。这非常难得。哎，你的角度特别清晰。嗯。就别人去测试音响是我要把音响拉满，看一看这个饱和度，这个感受怎么样。你是反过来，你把声音开到最小，再去体验这个音响的水平。是的，如果把音量调大的话，音响的瑕疵是不容易被发现的。但是，一旦把音量调小，这个音响好不好，一听就知道。华劲 S 呢，在音量调小的情况下，它的高音、中音和低音都非常饱满，而且很清晰。学到了。冰箱体验怎么样？第二个就是冰箱了。其实以前啊，说实话，我对冰箱、彩电、大沙发那是不屑一顾的。我觉得买车怎么还考虑这些？用上了之后呢？但用上了之后，我觉得真香。就我以前不知道，只有用上了才知道。上个月我开华劲 S 出远门，然后呢，我就在冰箱里面冻了点儿小朋友喜欢喝的酸奶和水果。然后小朋友睡醒了之后呢，他就想哭闹嘛，我就马上拿出我的酸奶和水果，他就马上可以很安静啊。哄娃神器啊！是。然后我还在想啊，如果是到了冬天，我还可以给小孩去热一下他的辅食和牛奶。也很方便，也不用担心没有热水了。是的。太方便了！哎呀，这几个点同为奶爸的我特别有共鸣啊，画面感拉满。那我还想问问李女士，就你还有没有最打动你的瞬间？我觉得对我来说必须要提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舒躺的一个座椅，对我和宝宝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当了妈之后，真的才懂那个腰啊，只要是坐着1-2个小时，哇，又酸又僵。那我一边出门我还得照看宝宝，哇，出门简直就是比上班还累。但是华劲 S 它就有一个一键开启的那个座椅的一个对，然后它的整个腰部啊都被稳稳的支撑住了。像我出去，我们跑远门4-5个小时，我一点都不觉得累。然后我还抱着我的宝宝在我身上睡，我都觉得很舒服。整个腰部都得到了支撑。那另外我还想再说的就是它的一个香氛，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敏感肌，我家宝宝也是。他如果上车，车上有异味，他马上就得哭闹着要下来。但是华劲 S 它上车是没有异味的，但除此之外哦，它还有一个1车3香，就刚才咱们提到的。然后然后我们全家最喜欢的就是一个田野清香。田野清香。对，它很淡，就有点像那种雨后草地的那种味道，一点都不刺鼻，也不呛人。它既能够改善车内的一个空气，也完全不会刺激到我和宝宝。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但最重要的，我觉得给我的感受特别好的，还是我在打工的路上。打工的路上。对，打开那个味道啊，田野的味道，那种松弛感，就感觉像我到了大草原。就是开在上班路上，跟出去旅行没什么区别。对。好，那这是非常充满生活细节的分享。那也再次谢谢2位，谢谢你们选择华劲 S。未来呢，我们也会一路相伴。那我们感谢2位，请大家用掌声，2位一起回座。谢谢，感谢2位的分享。如果说刚才分享的舱内的舒适是用心就可以实现的，那么开起来的动态体验就要靠更多的硬实力了。那华劲 S 我们前用了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悬挂结构，相比普通的悬挂，过弯的精度提升25%，横向的刚度呢提升40%，操控精准不晃悠，颠簸路面也能稳如平地。同时我们也搭载了电控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响应速度小于10毫秒，车身的姿态抑制效果提升15%，能把路面的情况实时调整阻尼，把细碎的颠簸都过滤掉。华劲 S 我们也通过了中汽中心智能防晕车的认证，优化车身的控制，纵向、横向的峰值分别降低了15%和35%。我们也从根源上减少了晕车的诱因，做到乘坐不晕车，停车不晃动。此外呢，华劲 S 这次我们也搭载了智能4驱系统，386千瓦，
，620牛米的超强动力，极限脱困，操控稳定性都大幅度提升。不管是你在开烂路，在雪地或者泥泞的路面，都可以轻松通过，不会打滑，也不容易陷车。那些你一直想去没有能去的远方，那些想看没有来得及去看的美景，开着华劲 S 都可以稳稳当当、安安全全的去。我们的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也超过了1100公里，100公里的馈电油耗低至5.98升，10%到60%的快充只需要12分钟。说走就走，不用再被续航限制。从座舱里的冷暖冰箱、娱乐大屏，到动态行驶中的稳定悬架、防晕车的底盘，从日常通行的省心到长途自驾的舒心，最后是全家出行的安心。华劲 S 我们打造舒适的家，就是要把每一次出行的疲惫都转化为在家一样的松弛和轻松。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沉浸地感受一下华劲 S 全方位的温柔守护。给你这个，给你这个，来。这儿还有一个，别抢了！哇，上去！不是一种答案，手心的温度吗？很近很远，路在下面，风在前面，一些话没说完，你在身边，天色很慢，心在里面，世界在外面，一点微光，一层海蓝，闪影经过，月色变现。天慢慢变宽，海慢慢变远，风吹过草地，吹过群山。那些看不见的，还有10分钟就到了。一点一点被照亮。心有归处，有方向，世界很大，我们很近，穿过天际，穿过时间，每一次同行都让远方慢慢有了名字。玻璃上的光，空气里的呼吸，路还在前面，家在心里。这首歌好听吗？这首歌是我们为华劲专门编写的，具有独家版权的主题曲。剧透一下，这首歌还有个英文版，近期会在各大音乐平台上上线。如果大家觉得好听，可以下载一下。那刚刚我们以用户之名展示了华劲 S 为万千家庭打造的4个家。华劲 S 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小众旗舰，而是全民可享的家庭智能出行新标杆。我知道此刻的现场观众和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最关心的
就是这台车的价格了，对不对？哎，各位媒体朋友们，不要急着把手机拿出来啊！等一下该拍照的时候我会提醒大家的啊。公布价格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吧。2019年，中国新能源的渗透率是多少？4.1%。2020年5.2%。在2020年的7月份，我们的宏光 mini 上市了。2021年的中国的新能源渗透率直接跨越到了12.5%，直到2025年的51.1%。要知道，国家规划的话才是刚刚20%啊。中国新能源市场的爆发，是上汽通用50与友商们开启了市场的新天地。我们让新能源车走进了千家万户，做到了全民的普及。我们让最普通的家庭都能享受到电动化时代带来的便捷、省心与出行的自由。今天，汽车行业的智能化爆发已经来临。我们深刻地认知到，好用的功能从来不是噱头。像辅助驾驶这些功能，用户会一直用，而且是越用越好用。我们始终坚信，智能化应该是每一个家庭都能享有的体验。基于这份判断和初心，我们和华为乾坤一同把行业顶级的辅助驾驶真正带进千家万户，让中国的大街小巷点亮更多的小蓝灯。承载这份使命，给所有中国家庭最大诚意的就是华健 S。好，正式到报价环节了。我的团队说凡哥你要兴奋一点啊，在这个报价环节啊。然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华健 S 的200公里的乾坤悦享版。这款配置我们有9系旗舰的尺寸，大6座真3排，同级唯一6人7厢的储物空间，我们全系标配。潜艇级的用材，超硬核的车身，我们也全系标配。前双擦臂，后多连杆的品质底盘，前后排的双天幕，包括50万级的隔音豪华配置，我们全系标配。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是华为乾坤智驾 ADS Pro 的增强版，华为鸿蒙座舱5，乾坤车云的华为全家董，我们全系标配。华健 S 就是要打破高阶体验等于昂贵的认知，兑现我们和华为乾坤一起把智能化的体验要带进千家万户，把智能化要带入每一辆车的承诺，让我们的中国家庭都能入手毫无压力，上车就是顶配的智能。好，我们开始看价格了啊。华健 S 200公里乾坤悦享版，它的指导价是15.98万元。等一下，有太多托啊，真的有太多托了。那这种价格我们觉得还是没有诚意的。然后我们为了把乾坤智驾好用的智驾带入每一个家庭，我们给出的无门槛超级置换价格只需要14.98万元。14.98，我们和华为乾坤一起，让好用的辅助驾驶进入寻常百姓家。好，接下来是我们华健 S 255公里的乾坤尊享版，它是我们主流家庭升级出行体验的首选。大师级的动力底盘调教，匹配我们 CDC 的快速调节，即使旅途再遥远，老人的小孩也不会晕车。
哈曼的烟飞利士的顶级音效，也能让我们全家人在旅途过程中尽享听觉盛宴。宁德时代超级增混电芯集成的41.9度电的大电池，可以为你提供255公里的纯电续航和3.5C 的快充速度，能够很好满足你日常的绿色出行。搭载华为全家桶和宁德时代超级增混电芯华劲 S 255公里乾坤尊享版，我也不说那个指导价了啊，我直接公布它的超级置换价，16.58万元。接下来是华劲 S 的第3个配置，255公里的乾坤尊享版。如果你作为家庭的顶梁柱，想让每一位成员都更幸福，那么这款车就是您的必选车。在尊享版的基础上，我们尊享版把舒适做到了极致。2排我们配备头等舱座椅，舒躺模式能让家人随时随地的躺着休息，也能开启按摩模式，让爸妈放松腰背。后排的娱乐大屏可以让小孩在郊游时悠闲看个动画片。当然呢，刚刚所说的2排小坐板的设计，也可以让郝老师这种虎爸虎妈不放过让孩子们学习的任何机会。那还有车载冰箱，可以给忙里忙外的太太准备一份夏日冷饮和冬日暖饮。华劲 S 255公里乾坤尊享版的关键词就是事无巨细，贴心守护不将就。它的超级置换价格为17.58万元。那最后是我们顶区的4驱版本，华劲 S 235公里的4驱乾坤尊享版。如果说上面2个配置车型是你想给你全家人稳稳的幸福，那么4驱乾坤尊享版将是你实现个人情怀的选择。4驱车啊，应该是留在我们这种每一个男孩内心中的一段记忆啊。像我这种80后的男孩，看过4驱小子；像你们比我年轻一点的90后男孩，看过4驱兄弟，是吧？男孩长大成了男人，肩负起让全家幸福生活的同时，我们儿时的情怀，还有那些年一起玩耍过的兄弟，是不是也要开启一段新的旅程啊？有一句话说的蛮好的啊，我记录下来了，不是每段旅程都需要目的地，有些路只有4驱和懂你的兄弟才配一起走。386千瓦的峰值功率，620牛米的峰值扭矩，0-100加速仅5.2秒，智能4驱系统，灵活的动力分配，让这台大车摆脱了笨重感。川藏公路、独库公路，让我们以车轮丈量天地，与兄弟致敬热爱。那最后，我们这款顶配的超级置换价格为19.38万元。华劲 S 作为华为乾坤科技旗舰大6座，我们不仅给大家诚意满满的价格，更准备了价值4万元的8重礼，让大家购车无忧，用车安心。那第1重是我们刚才提及的超级置换礼，置换补贴1万元。这种置换啊，我们做到人人可享、无门槛的置换。那除此以外呢，我也不做详细介绍了，还可以享受其他7重好礼，有我们的金融优享礼、乾坤智行礼、补能无忧礼、清凉舒享礼、流量畅享礼、质保安心礼、旗舰尊享礼。华劲 S 的目标就是让高阶智能不仅买得起，还要用得爽，还要无负担。
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对于理性的家庭用户来说，买车其实只是一个开始啊，服务才是长久的安心。华骏 S 也带来了业内领先的上市专属5大尊享服务，那包括7×24小时的管家服务、紧急救援服务、上门取送车服务、代步补偿服务，还有我们的道路救援服务。以上5大尊享服务全面落地，让每一位用户都能享受到顶配的服务体验。4款配置，款款皆诚意，8大权益，5大尊享服务，个个贴心实惠。这就是我们的华骏 S 15万级华为乾坤科技旗舰大6座，你们可以拍照了。以用心守护每一刻的生活日常，以真心不负每一份的用户期待，以诚意善待每一位的购车选择，这就是华骏献给每一个中国家庭的坚守与承诺。为了让这一份期待不被辜负，我们早已做好了最扎实的交付准备。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们正和所有的生态伙伴一起开足马力，确保每一台华骏 S 都能完美的交付。如果你觉得华骏 S 真的是一台值得购买的好车，请您尽快锁单，我们将严格按照锁单顺序，全力为大家做好交付。华骏 S 上市即交付，有锁单优先提。但有些朋友呢，也觉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想再看看。我们也诚邀这些朋友通过大屏上的官方下订渠道，尽快下订，锁定9号0点就要截止的盲定权益。为了让大家更别别的看车、试驾、购车，目前我们也在全国的204个城市落地布局了309家的华骏汽车体验中心。你可以随时就近预约试驾，亲身体验华骏 S 的品质，感受每一项配置的贴心用心。后续我们还将持续拓展我们的服务网络，将华骏的贴心服务覆盖到更多城市、更多家庭。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华骏汽车的体验中心，我们已经配备了1200名的华骏专属顾问。在这里，我们真心的向蔚来汽车、小米汽车和鸿蒙智行学习，我们要把服务做到实处，为你提供全程的陪伴式的服务。从选车、购车到用车的每一环节，都有专业的团队响应你的需求，一次信任，终身守护，让你全程安心，用车无忧。那到这里，发布会即将进入了尾声，华域万象，尽展新篇。华骏以此致敬每一份期许，也将开启每一个家庭幸福出行的全新篇章。华骏 S 发布。还在后头呢，一句话导航空调，音乐全都调好，华为全家钟表配上多了个老司机，路线自动规划，每一步更细腻，乾坤之家说真。中华幸福至今，开华骏更安心。中华幸福至今，幸福征途路途艰辛。走
高峰出门，孩子还在后座呢。一句话导航空调，音乐全都调好。华为全家钟表配上多了个老司机，路线自动规划，每一步更细腻。乾坤之家说着你眼观六路不分心，长途开下来反而轻松省力。全球首创智能导致早晚车如意高品质，今天明天再远体验都一样安心。把复杂交给系统陪伴才是你的重心。人民需要什么，50就造什么。中华幸福至今，开花尽更放心。中华幸福至今，幸福征途路途艰辛。中华幸福至今，开花尽更放心。中华幸福至今，幸福征途路途艰辛。五星标准打造银河安全在顶。关键时刻互助才叫真的放心，神联电子3款您的时代电信，50安全标准把风险直接挡在外，全球顶级供应链地气一直都在，一家人做进去心里安心更自在，6座布局打开空间刚刚好，6个人在家行李也能轻松装好，每个位置都像头等舱一样宽敞，长途旅行下来也不会觉得疲劳。中华幸福至今，开花尽更舒心。中华幸福至今，幸福征途路途艰辛。中华幸福至今，开花尽更舒心。中华幸福至今，幸福征途路途艰辛。冰箱菜店大沙发，不是人头是职场，孩子看动画，父母在后排慢慢躺，50万几个音关上门就是安静，城市在喧闹，车里也像自己的家，大司机地盘条小路再远也不慌，四驱动力在脚下，每一步都稳当。中华幸福至今，开花尽更开心。中华幸福至今，幸福征途路途艰辛。中华幸福至今，开花尽更开心。中华幸福至今，幸福征途路途艰辛。中华幸福至今。